国人来中国玩不会英语怎么沟通？今天我学到了硬沟通。我们今天呢带着我婆婆去故宫了。到了故宫，那温迪全是问题。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呢没睡好觉，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你们给他翻译，你们给他解释吧，我解释不动了。然后我这几个朋友呢，英文很有限，4级都没过，但主打一个勇敢。故宫啊有一个龙形的排水系统，就是下雨下多了都流到龙这儿，然后龙再以这个喷泉的形式喷出来。温迪就问这是什么？我朋友说，温迪，When there is many water, it goes to the dragon, and then the dragon。顾温迪一脸呢，让温迪听懂了。然后故宫还有那种动物型的避雷针吗？温迪说那又是什么？另一个朋友说这个我解释，When，哗啦啦啦啦，唰唰唰唰唰，咔咔咔 ，You know this。温迪说啊，避雷针。也听懂了。然后游完故宫我还说，我说温迪今天我就不太舒服，不好意思没给你翻译。温迪说我都听懂了。反正我觉得你吧，有时候就自己操心，老往自己身上揽活。比如你跟我儿子啊，我都看出来了，就你老给他翻译，他就啥也听不懂。你越翻译他就听不懂。哎，你就不翻译，我就不信他沟通不了。我这排水系统和避雷针，最后我不也听懂了吗？你要放松，你要相信，地球没你照样转。你越操心，你活越多。然后第二天我们出门，我跟大胖雪在车里，他就跟我说，你跟司机说停一下，我上厕所。我说我就不翻译，他没办法就跟司机说 Sorry， 我要上厕所。师傅说你憋10分钟，10分钟到了。大胖雪又跟我说你跟他说我等不了。我说我不说，给他急的，坐在副驾驶上跟师傅说 I can't 憋，我的上厕所不是，我的上厕所是。师傅听懂了 You must 憋啊，这个老外 out of control 了 ，out of control 了。We will 到了。然后我就发现了，其实温迪说的很有道理。就以前我认为这种事就必须我来翻译，我来管，但实际上你说没有我，也就硬沟通也都整明白了。我要不翻译，他可能也就学汉语了。那天跟我说，你别老觉得这家没有你孩子活不了了，你就出去喝酒去，出去蹦迪去。今晚我给你管孩子，我跟你说，你出门的时候还哭，你都没到1楼呢，还把你忘了，没事儿。然后我就真去了。我走的时候，我爸还说，哎呀妈呀，当妈了，这裙子穿太短了。温迪，等我把孩子哄睡着，我也要去找他跳舞的。那你们看着我裙子呢？我都当奶了，我裙子更短。那当妈要都穿棉裤蹦迪，那以后谁还敢当妈呀？然后温迪啊来中国找我们之前就问过我说，我如果去中国可以住你们家吗？需要收费吗？那我肯定不能收费。但我当时就逗他，我说那需要啊，咱们都 AA 制嘛。然后他就当真了，他就把我家附近酒店都搜了一遍，就攻略已经做好了。然后我昨天就跟他说，我说收房费这事纯属逗你玩，我能收你钱吗？但是你搜的那些酒店，你能给我看看吗？我有时候就想出去住2晚上，就你儿子呼噜打的，我有点神经衰弱了。然后正好呢，第2天就是我们约的宜家的改造设计师来我家要改造聊方案，然后我就跟人聊出孩子啊床希望怎么地，桌子咋地，温迪就搁旁边偷摸捅过。孩子没有必要一人一个屋，他也不加班，你让设计师把他俩整一个屋去，你自己要个屋，这房间就是你的，你让他给你加个密码锁，这整个隔音墙。你觉得这屋爆炸了，乱的不行，说你咔一锁，你就一门隔断人间事，别开门，你老公自己就照顾孩子，地球没你照样转。宜家的设计师也是个女生，一下就理解了我的需求。以前的房间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这个房间现在就是我充电区。宜家可太会选床品了，像这个床垫，我一个浅睡人士也能睡得老安稳了，支撑非常给力。你们也可以下载个宜家 APP， 给你的睡眠选几个我同款垫被的。现在呢，我改装的房间给我了，温迪也快离开了。我躺在这个房间哈，我就想跟大家说，所有的女生，尤其是妈妈，都应该告诉自己，地球没你照样转。因为这房间的主意是我婆婆怂恿我这么做的嘛。我婆婆呢和所有人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我很感激她，就是她确实慢慢在教会我一个事儿，就是人啥时候都要学会爱自己。这个情人节，大胖媳妇把我坑了，我婆婆把我公公坑了。我的婆婆温迪19号落地北京 China， 还给我家备了一份大礼。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呢？本来没有这个预算，结果临近情人节，又是他俩什么结婚多少年纪念日，我公公送了我婆婆一个美丽的蓝宝石大戒指。然后我婆婆呢正愁着要来中国要买礼物，这钱从哪出呢？这不就出来了吗？就把我公公送的戒指给卖了600刀。我公公一听都没生气，行吧，卖了也就卖了，但是这个卖这600刀，你能不能就别抠搜搜的，给彩玲家人买个好点礼物，不行整个鹅啥的。我婆婆说好，我去看一看。结果呢，在去买大鹅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小瓷器店在打折，她驻足了。最后呢，我婆婆给我妈买了个碗，花了65刀。这人很有原则性的，剩下535给我公公退回来了。我公公看了大受震撼。你从 Canada 到 China 给 Chinese 买了个 China， 你有毛病啊！而且还是一个，就连我都知道中国人买东西喜欢成对买呀。我说不瞒你说呀，温迪，那个碗我妈有一模一样的。我跟你说不可能啊！那个店员跟我说他们家瓷器都是世界唯一，别人都是买不到的。我说买是买不到，我妈是交满1年物业费给的，给4个。我婆婆说好神奇啊！你想想，一个加拿大的艺术家和一个中国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做出了同一款设计。我说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maybe 他是一个艺术家，祖籍在景德，base 在义乌。他说那我花了65刀是加拿大的贵。我说那个应该是加拿大的税。
有其母必有其子啊！情人节我又被大胖媳妇给算计一把，就一到节日啊，什么纪念日他就抽。我今年就跟他说，我说咱俩谁都别有压力，设置上限，设300块钱，谁也别超，这样就谁也别有压力。他老高兴了，说行没问题。我一想说300块钱给他整个假发啥的，不挺好吗？然后他也开始一天神神秘秘搁那准备礼物。结果呢，1周前翻换季衣服时，我在衣柜深处发现了一个盒，是一个看着挺高档一美容仪。我就想哈，这玩意儿也不是我买的，到底为啥被藏在了这儿？我就多心了，我寻思难不成这就是他超支给我买的礼物啊？蜜光嘛，我知道。然后我怕自己掉链子，一着急反手给他买了个 PS5。结果我还搁那跟我同事嘚瑟呢，我说你们姐夫这回挺大方，他给我买这个挺好，我也给他买贵的。我同事一听面露难色呀，最后实在憋不住了，跟我说姐，你说那个美容仪是蜜光给咱寄来的产品，让咱试用，俺们都用2多月了，而且收拾产品俺们就给姐夫了，咱不知道为啥他没给你，你咋还当成他给的情人节礼物呢？人他们都用了2多月了，来，你过来，来，你看我同事下颌线、法令纹、眼纹都 amazing。蜜光这个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皮肤设计的深层设计。哎，你咋比我白这些呢？你出去，深度能达到皮下3毫米，所以效果更好。而且它有2模式，早上蓝灯去水肿提拉，晚上红灯淡纹抗老。一台机5个功能，性价比老高了。你出去吧，性价比老高了。但是同事们，我就在想哈，那如果蜜光不是我的情人节礼物，那我为啥还搭进去个 PS5 呢？没买这个，说不定给你买更好的了，别担心。这是我的情人节礼物，要看吗？看。这是谁？爸爸。这是谁？妈妈。你咋看出来的？这是妈妈呀？你为啥不直接把我 P 掉呢？把你 P 掉，剪的我跟大哥不行，你喜欢吗？那是大哥，那是爸爸，那是爸爸，那是妈妈。哎，你说国外的奶奶是不是也隔代亲？是，这玩意儿你说也不知道咋回事。我的婆婆温迪跟谁都抠，唯独跟孙子孙女不抠。前2天孙女咋跟奶奶说，奶奶我要去野生动物园看猴。奶奶二话不说把票买了，告诉孙女没问题，明天奶奶你去。第2天一大早叫我们起床跟她去乘地铁，说最近看见我爸可以刷老年卡不要钱，问我他可不可以。大胖媳妇说你做梦呢，你社保搁这儿交的，还老年卡，你在加拿大变成的老年到中国来刷卡，这想象力便宜都让你占了。你拿个碗满世界溜达，一张嘴就画圆，身边这几个人，一个长得像猴，一个长得像猪，你是唐僧啊，你是唐僧啊。我说温迪啊，没事，今天呢我可以免费试开一台车。温迪乐坏了，赶紧出发。Is this the car we're driving？ 不是，咱们这是雷克萨斯全新 RX， 也有高频智能系统。走。然后呢，我们全家就开到了北京野生动物园。到了动物园门口呢，就有人卖那个投喂的胡萝卜。温迪一问，20块钱一小袋，让我开车掉头就走。我们从荒郊野岭几乎开回了市区，找着一小超市买了4斤萝卜，花了8块钱，省了12。但因为胡萝卜太埋汰了，他用我矿泉水冲，又花了18。反正最后我们就抱着海量的批发胡萝卜就进去了。按说这开车也费钱，但这台插电混动，平时就用电，出远门也不愁续航。2X 和 RZ 都有官方高保值政策，一点不花冤枉钱。很快我们就看到了老虎。这动物园吧也有意思，就是人不可以下车，但你可以随便开窗户探头。其实呢，是因为老虎这种肉食动物，它周围都有电网，它根本过不来。但是电网这个事儿呢，老虎知道，温迪不知道。温迪把大脑子探出去 Hello Tiger， 老虎瞅瞅他，压根没搭理。温迪就问这是什么虎啊，居然对我毫无兴趣。我一读旁边的牌子，我说啊，这是东北虎。老大说奶奶，这不就解释了吗？人家是东北虎，你的肉不穿成串，撒点辣椒面烤了，人家都不稀得吃。你的肉属于刺身，人东北虎喜欢大串儿。奶奶说那我的胡萝卜呢？东北虎会不会吃？老大说不呛，你没给人带鸡蛋酱。我们呢就继续前行。温迪呢就疯狂规划这个投放胡萝卜的进程，不往出多放，非常谨慎。到了鹿区，鹿是最想吃他这胡萝卜的，那脑袋都伸到车里直舔的，都要把它挟持了。温迪死死抱着胡萝卜，就给2根。前方有庞然大物，没事儿。这高频智能科技真好使，提前检测前方危险，还提供转向支持，帮我保持安全距离。最后我们手捧一堆胡萝卜驶入了驴区，这才发现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区了。动物没了，胡萝卜没花了。温迪抱着一堆胡萝卜，感觉很赔，就复盘，刚才不如给那些鹿了。温迪就看着那驴，跟他孙女说：“你确定它是驴吗？我看这个驴长得有点像鹿，要不咱就把胡萝卜给它呗。”早达都懵了，问他爸：“爸爸，它不就是驴吗？为什么奶奶会觉得它像鹿呢？”他爸说：“女儿啊，人世间本没有鹿，给胡萝卜的人太抠了，也变成了鹿。”最有意思的是，俺家阿姨坐在俺前边的车里，我们马上驶出驴区的时候，俺家阿姨就从前面车里的天窗钻出来了，回头照相。温迪看着了，把俺这车天窗也打开了，探出脑袋搁那喊阿姨。但是呢，他把阿姨这个称呼记错了，记反了。我们就看这老太太把脑袋伸出天窗，朝着野生动物园的苍穹嗷嗷喊：顷刻间驴区沸腾了。最后这一天呢，温迪这连出去买萝卜，再洗萝卜，再招驴，耽误了很长时间。等我们开完车去行走区看猴的时候，猴已经下班了。玻璃墙外门可罗雀，猴已归山。大家都很失望啊，本来就是来看猴的，猴还下班了。结果人家我儿子往玻璃门前一站，猴疯了。